105页的 PPT 掀起了一场网络风暴。北京理工大学一位男学生将他的教授举报了，举报的 PPT 上还放上了教授的裸照，所以成为了这2天中国互联网上的最热门的话题。举报的内容呢，是一段隐秘的师生恋，而且还是男的恋情，所以网络上就炸开了锅。有人很愤怒，有人对教授非常的同情，当然也有人是冷眼旁观，吃瓜群众。但这场风波真的就是师生恋3个字那么简单吗？今天强哥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我们要走进 PPT 背后的人生，拆开那些关于爱、权力和性倾向的复杂真相。2025年了，所以中国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接纳度也越来越高，出柜的人越来越多。可与此同时呢，类似这样的举报事件也开始逐渐的增多。这次北理工男举报事件是一场尴尬的闹剧，还是社会进步当中的阵痛？强哥为你从头说起。故事的主角之一呢是龚教授，这位龚教授是1979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导，而且学术界的成功人士。那么表面上看呢，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妻子，有2个孩子。可是在私下里面，他与一位男学生展开了一段隐秘的情感关系。而另一位主角是他的学生，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做了105页的 PPT， 并且将这段关系公之于众。所以在 PPT 里面有聊天记录，有照片，还有没怎么打码的床照，教授正在那里努力的往前推进，还有教授性高潮时的丰富的表情所以让人充满着无限的联想。你想吧，男恋情加上这105页充满细节的 PPT 内容，很多网友都如饥似渴的读了起来。本来这封举报信发出来之后，大家以为的逻辑应当是什么？以为的逻辑就是教授利用权势和地位骚扰研究生，而研究生呢肯定是一个受害者，对吧？龚教授你作为知名的博导，那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当网友点开 PPT 之后，震惊了。从 PPT 的记录来看，这位龚教授似乎是这段关系里面的主动者，他小心翼翼地讨好对方，甚至在对方冷淡时写下长长的小作文，像极了我们所熟悉的这种舔狗本来举报者想用大量的细节呢，想呈现一个事实，但是在同性恋社群的一些人看来这位龚教授就成了一位痴情的好汉他不仅为举报者提供考研面试题，在论文当中加这位举报者的名字，而且带举报者一起住高端酒店，去享受高端的餐厅，为他送高级的化妆品，发大量的红包，还带着这个举报者到处去旅游所以有同性恋者就感叹说，我怎么就遇不到像龚教授这么好的爱我的人呢？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骚扰或者霸凌龚教授没有强迫，没有猥亵，他甚至在2个人交往的早期呢，就已经向学生坦白了自己的性倾向。而举报者作为一位成年人，对吧？他选择了接受，并且呢，他是在接受了2年多之后，接近3年之后，发出了这封105页的举报信。但是问题来了，这一段的师生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师生之间真的适合谈恋爱吗？龚教授呢是知名导师，所以他掌握了学术资源，他还能给学生写推荐信，对吧？课题的机会都可能影响学生的未来，所以这种权利上的不对等让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结构性的缺陷。那事实呢也确实如此，龚教授向学生透露了研究生面试的题目，为学生考研提供了便利。更复杂的是，龚教授已婚，所以他对婚姻的这种不忠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实。就算是教授与学生之间在谈恋爱，学校判定这位龚老师违反教师的职业道德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龚教授已经为他的行为负上了责任，因为他被校方解聘了。但是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这段关系当中，到底谁是上位者，谁是权力的一方，谁又是下位者呢？知名导师一定是强势一方吗？在强哥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同性恋社群，有可能掌握权力的那个人反而是下位者。听我细细说来。
龚教授作为一位同性恋者，他选择了与异性结婚。当然，网上也有人说他3年前就跟妻子离婚了。那这个呢，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求证。或许他当年的自我认同并不是太好，也或者是因为社会的压力，他想要隐藏自己。但是作为知名的教授、常务副院长，那么他的社会地位看上去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情感里面，尤其是在同志的情感里面，他看似有权，但是呢，有可能他又会更加的脆弱，因为学生一句话，我把你是同性恋的事情说出去，就足以让他感到恐惧。所以一旦性倾向曝光的话，事业和名声都可能会崩塌。而那位学生呢，我们从 PPT 来看他似乎早有准备记录下了这一切的细节。所以这段关系到底是真心的交往，还是充满着算计，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志网友纳闷的地方。来，让我们跳出这个故事，换一个角度来看所以在传统的性别叙事里面，导师呢当然是上位者，因为导师掌握了很多的资源，学生那就是下位者，对吧？但是在同性恋的关系当中，权力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也不应该用这个唯一的维度来看待这种权力关系。我自己是2017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学，因为我跟随的一位教授是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所以每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单独交流的时候，他都会特意的敞开那个办公室的门。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师生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晰，而且呢，在哈佛有相应的培训。可龚教授没有做到，他让个人的情感越过了职业的边界，最后也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极大的尴尬的境地。但更让人意外的是，网友和同性恋社群的反应几乎一边倒的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这个举报的学生。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105页的 PPT 里面，龚教授表现的是情感里的一个弱势者，给人感觉他付出了爱，换来了公开的羞辱，而举报者的行为呢，显得有点过于的处心积虑，唤醒了同性恋社群的一个集体的创伤。更重要的维度是同性交往当中的这种上下位的关系无法脱离性倾向这个变量。看似处于上位的这个龚教授，其实作为同性恋者，他面临的几个巨大的风险点，比如他已经跟异性结婚了，他是知名教授，事业有成，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是一旦他的同性恋身份曝光，对他的个人生活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在社会上表现的那些显性的社会权利其实根本都不足以抵挡对方一句我要把你是同性恋的事情说出去这样的威胁。所以换一句话说，在同性交往当中，表面上看到的那位高位者可能是更加恐惧，更加脆弱。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吧，一位高级官员与一位农民工谈恋爱，所以看上去这位高级官员在经济社会这种地位上都处于比较高位，处于这种可能权力者的地位，但是在性倾向上面，农民工的顾虑可能更少。你如果只看到显性的权利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忽略了隐性的权利。而在同性交往的这种风险当中隐性的权利往往更具有破坏力。所以这与传统的两性关系当中去谈的这个上下位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也是同性恋社群在这件事情上大多人去批评举报者，可能与他的情感共鸣有关，也与我们在现实当中的经历有关。比如说2025年我接到的3起求助的案例当中，都是那些看上去拥有资源或者是上位的一方，在交往当中被另一方以举报的单位相威胁，其中一位已经因此呢被降职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包括现在在同性社群的交往当中，向对方的单位或家人揭露同性恋身份，是分手暴力当中最常见的一种控制手段，也是犯罪分子敲诈同性恋社群的惯用伎俩。所以这种恐怖的记忆在同性恋社群当中还没有走远，甚至仍然在发生。因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性恋社群里面大多的批评声音是指向那个举报者的，因为他的行为唤醒了这个社群的集体性的创伤。对于那些未出柜的人，性倾向是他们痛点和软肋，所以举报者呢就比较容易抓住这个软肋。而且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权力关系有时候是动态的。比如说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追求你的时候，你作为被追求者更可能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你就是对方的情绪的控制开关。这个与身份、地位、学识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当关系冷却了，而且对方不再表现积极的时候，你可能开始上头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们俩的关系就变成了说，你也许成了那条舔狗，这种关系就实现了一种反转。所以在同性恋的关系当中因为性倾向的隐秘性和社会的压力，使得情感中的权力分配是更加的复杂。那些看待上下位的关系就不能仅仅从收入身份这种显性的单一的维度出发。所以在一段关系当中，上下位的关系不仅仅是流动的，而且每个阶段的权利也不尽相同。所以这一次关于龚教授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很多的同性恋朋友就投射了这种愤怒给举报者，而且呢，他们也担心，如果更多的人使用了这种举报的方式的话呢，那同志社群的教育环境就会变得更加的恶劣。所以出柜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当你公开了性倾向之后别人就无法用它来攻击你。虽然龚教授交往的时候呢，向这位研究生坦白了但是呢，他的婚姻还有这种师生的关系，让这段感情注定就边界不清楚，最后当然就酿成了悲剧。而举报者他选择用105页的 PPT 来公开这一切，究竟是正义呢，还是报复？我想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一段师生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在师生之间权力不对等，情感关系注定脆弱，而且要做好边界的管理呢，也非常的不容易。同时，同性恋者要背负社会的压力，隐秘的身份容易让爱变得更加的复杂。但是我相信每一次争议都是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龚教授的故事是遗憾，也是警醒。但是无论如何，爱不应该成为伤害彼此的武器。你对这次北理工男举报事件是怎么看的呢？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